气运融合。随着这声呼喊，3道巨龙仿佛获得了指令，开始融合。它们的身体纠缠在一起，颜色渐渐混合，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暗金色龙影，在天空中盘旋，似乎在寻找着气运的承载者。这一刻，天地间的气息为之一变，虚空上的巨大龙影锁定了夭夭，顿时间所有的气运都被吸引，汇聚到了夭夭的身上。周围的景象随之改变，原本是乌云密布的天空，此刻也变得晴朗起来，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夭夭的身上，使他整个人都沐浴在温暖的神圣光辉之中。他的身体表面，金色的龙形符文在缓缓流动，散发着浩瀚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气息，简直有之前判若两人，甚至根本不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凝固，仿佛时间都为夭夭停顿。他的身影以及那一道盘龙，成为了震惊这方天地的画面，刻印在天地中，让所有目睹此景的人都为之动容震撼。而夭夭也在这一刻完成了一次蜕变，成为了气运之子。毁灭的巨掌如山岳般横贯天际，空间在其面前仿若薄纸，即便刚才夭夭发生了蜕变，后神祭司依旧对其毫不犹豫地出手。最后巨掌结结实实地轰击在了一动不动的夭夭身上，轰隆之声似雷霆炸响，回荡在整个运仙峰，余音绕梁，不绝于耳。这一刹那，巨掌携带着毁灭能量，犹如陨星坠落，爆发出极致的毁灭。在巨掌的轰击下，激起漫天风云变色，气浪滚滚，运仙峰上巨石犹如滚雪球般纷纷坠落，尘土飞扬。巨掌如同覆盖了天地的阴影，将四周光芒尽数吞噬，其内蕴含着能轻易抹去一切的毁灭能量，天地间都在这一击之下失去了色彩。哈哈哈，简直不堪一击！就在后神祭司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之时，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并且他的眼神突变，因为他看到那道巨掌竟是没能彻底的毁灭这里，甚至被对方用一只手给硬生生的抵挡住了。这一画面直接震惊了所有神元宫的众弟子，就连那些神祭司都感到了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仅仅一只手给挡住了后神祭司的强大一招。鸡神祭司在超级方舟上惊呼起来，脸色带着难以置信之色。他所施展的毁灭巨掌足以让任何强者屈服，即便是同为半道神的对手也无法抵挡住他的这一招，却未曾想会被实力都不到半道神的神元宫大主母夭夭给如此轻易所抵挡。而作为9大神祭司之首的风神祭司，他静静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似乎他的那双眼睛想要在这不可思议的场景中寻找着真正的答案。夭夭在接住了对方的这一招毁灭的巨掌之后，缓缓地抬起头，他的手臂上有着暗金龙鳞包裹，仿佛化作了最坚固的盾，凝聚了所有天地间的气运。巨掌与暗金龙鳞之手相互抗衡，震耳欲聋的轰鸣还在不断的持续，仿佛是神鼓震天，充满了破坏与守护的交响。即便你挡住了我的攻击，你能坚持多久？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后神祭司面庞狰狞扭曲，他乃是仅次于风神祭司的存在，怎么可能会败在以为连半道神实力都不到的蝼蚁手里？呵呵，究竟是我在垂死挣扎，还是你？夭夭冷笑一声，而他的身影在那巨掌之下显得愈发清晰。他伸出自己另一只暗金龙鳞之手，其上隐隐散发出神圣奇妙的天地气运，最后此手捏拳对着巨掌轰去。在触碰的那一瞬间，时间彻底的凝固，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致。而那在所有众人眼中的绝望毁灭巨掌，竟是在夭夭的这一拳的接触下出现了无数裂纹，最后伴随着一道震烁古今的神圣龙吟的爆发下，巨掌的力量被瞬间瓦解，下一秒就彻底的碎裂而开，缓缓消散，如同被风吹散的烟雾，消失在了空气中。周围的神元宫众弟子瞪大了眼睛，目睹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对决。而夭夭的长发随风飘扬，他的衣衫在狂暴的能量波动中猎猎作响，却更显得他气定神闲。随着巨掌的溃散，运仙峰的震动渐渐平息，巨石也停下了他们的滚落，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但所有人心中都知道，这一幕将永远镌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大主母实力竟然如此之强大，即便对方是半道神的实力，都能够轻易地将其接下。夭夭屹立在运仙峰的上空，如同一尊不倒的神像，身姿挺拔，气势非凡。紧接着轻轻地放下自己的手，如同挥洒一笔墨迹，神圣而从容。刚刚夭夭的那股力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即使是身为后神祭司，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一幕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但很快他就将心中的那一份吃惊之色压制，他的脸上则是浮现出一副古井无波，仿佛刚刚的事情已经被抛之脑后。刚刚那股力量应该不属于你的吧？如果我猜错的话，应该是借用来的力量。可是这股力量你能够维持多久？在你还没将我打倒，你自己先败了。后神祭司在冷静后开始对夭夭刚刚的那股力量进行着分析。不是我的力量，那是谁的力量？夭夭就这样用他那双深邃的眼眸看着刚刚被自己瓦解了攻势的后神祭司，声音淡淡的道：真是一派胡言，这股力量怎么可能是你的？这明明只是巅峰天位神的修为，
怎么可能将我的攻势瓦解？你倒要看看你的这股力量还能持续多久。后神祭司根本就不相信这股力量是夭夭本身，所以为了挽回刚刚的失误，他再次对夭夭发起进攻。突然，他体内的力量如被惊醒的巨兽猛然觉醒，一股无法言喻的波动自其体内爆发而出，将四周的空气都压缩成了可见的波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这并非是神力，却比神力更显得诡异和不可捉摸。这神器联盟的神祭司怎么没有一丝神力，却又散发出如此让人胆寒的恐怖气息？凯登首领眉头紧锁，他的视线紧紧追随着后神祭司的动作。只见那后神祭司忽然间爆发出惊人的速度，犹如幽影一般掠过虚无的空间，直扑夭夭所在方向。而夭夭只感受到背后突如其来的凛冽杀意，但他没有转身，只能静静地感受着那恐怖的力量在后神祭司的拳头上凝聚。那速度之快，震惊了凯登首领和众神员工弟子。在他们隐隐间看到后神祭司的身影出现在了夭夭的身后时，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滞，因为对夭夭发起的致命一击即将到来。那壮硕如山岳般的后神祭司挥出一拳，空气中充斥着咆哮的风声，拳风如刀刃般锋利，足以割裂一切坚韧之物。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夭夭脸上却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在这看似不可抵御的力量面前，眼中闪烁着金色的神圣光芒。他手臂轻轻一抬，暗金龙鳞在阳光下折射出点点璀璨，如同星辰落入尘世。就在众人的注视中，夭夭轻喝一声，一股力量如泉涌般从他体内爆发而出。他的暗金龙鳞之手携带开天辟地的力量，迎着那凶猛的一拳，毫不费力地推出。轰！一声低沉的爆破声在那处空间爆发，夭夭的身影依旧站在原地，根本不受一点的伤势。反观，只听嘎吱一声，后神祭司的拳头竟如脆弱的瓷器般粉碎开来，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骨裂之声。而后神祭司却在夭夭的掌力之下，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击在了后方的一艘超级方舟之上，甚至将舟身给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坑洞。噗嗤，一口鲜血立马喷涌而出，后神祭司痛苦的面容上写满了不甘与惊恐，而双方众人的眼神中则满是万分的震惊与疑惑。为何这位半道神的实力在夭夭面前如此薄弱？这场战斗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并且除了紧张激烈的对决外，还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氛。该死该死，这怎么可能？我的实力明明达到了半道神巅峰，为何连对方一拳的攻击都抵挡不住？后神祭司强忍着手臂上传来的剧痛感，愤怒之意更甚，但是也并没有冲动的再次发起进攻，而是深沉地看着屹立不倒的夭夭，仿佛在探究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底。后神祭司，你在搞什么？为何被一位巅峰天位神打得那么惨？鸡神祭司以为是后神祭司轻敌导致现在的局面，低吼道。后神祭司对着周身怒拍一下，其身影立马出现在了他们的超级方舟之上，嘴角的血迹让他这次站得很没有面子。风神祭司不知道怎么搞的，对方竟然能够轻易挡下我所有的攻击，这应该不是一位巅峰天位神能够爆发出来的力量。风神祭司看了看后神祭司的手臂，鲜血直流，并且里面的骨头尽碎。刚刚对方的那一掌，究竟其力量恐怖到何等的层次？他可是非常知晓后神祭司的实力，在半道神巅峰之中都是属于顶尖的存在，为何在这位神元宫的大主母面前却显得有些不堪一击？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对方的实力早已经超脱了半道神之上。看来我们都被摆了一道。后神祭司，你之所以打不赢他，是因为他的实力恐怕已经达到了大道主神。在风神祭司说出这番话后，令得身后的所有神祭司面色一变，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神元宫之中，竟然除了元尊以外，还隐藏着一位大道主神。这有搞错吧？我们得到的消息是，神元宫大道主神就只有元尊一位，怎么可能还有第二位存在？而且这神元宫的主母及修为只是巅峰天位神，这股力量就是他借助来的力量。刚刚虽然击伤了我，我想这也是他的极限了。后神祭司，你错了，这股力量并不是所谓的神元宫大主母借助来的力量，而是这股力量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在神元宫中排除了元尊和大主母，恐怕就是那位神秘的2号人物了。2号人物？后神祭司等人带着疑惑，异口同声道：没错，传闻在神元宫创立之时，这2号人物的身份就非常的神秘，元尊也从来没有公布他的信息。之前得到的消息，这位2号人物非常的不简单，原本以为实力也是一位半道神，没想到真正的实力竟然是大道主神。我说的没错吧？运势盘龙。风神祭司说完，无数道齐刷刷的目光全部焦聚在那位夭夭的身影之上。在他们的目光远远望去后，夭夭的气势丝毫不减，他如同一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神，站在众人面前，彰显着奇妙强大的力量。